谁来谁不来，本身就是对未来格局的下注。早站队早受益，晚站队没位置。兄弟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世界正在进入一个诡异的时代？美元霸权在摇摆，欧洲政团在肆虐，印巴冲突此起彼伏，中东火药味十足，连人工智能都在改写全球竞争规则。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93阅兵即将登场。有人说这就是一场盛大的阅兵式，有人说这只是大国的自嗨，但我想说，这一次它更像是地球两极反转的锚点。什么意思？一极是美国主导的旧秩序，另一极是中国为代表的新格局。而93阅兵呢，恰好是世界力量重新划线的标志性时刻。所以今天我要带你们拆开这盘棋。为什么93阅兵不只是军队走方阵？它如何成为全球格局变化的风向标？为什么说这是地球两极反转的锚点？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赵。咱们今天聊一聊从历史到现实的选择题。先来一个历史复盘。1945年，日本在8月15日宣布终战，而始终不承认自己战败。真正的法律转折点是9月2号，在美国的密苏里号战舰上，日本代表签署投降书。于是美国希望全世界都记住9月2号，作为他们主导战后的秩序象征。但中国呢，偏偏选择了9月3号作为胜利日。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才是信息传遍中国、举国欢庆的日子。更重要的是，这代表着我们要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叙事权。这背后其实有一个逻辑，谁定义历史，谁就有资格主导未来。今天中国选择在93阅兵，就是要告诉全世界，我们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未来的定义者。要理解93阅兵的重要性，必须先看清楚今天的痛点。世界秩序正面临着全面撕裂，美国霸权的疲态，美元霸权靠印钞维持，结果债务高企；靠制裁打压，结果盟友信任下降。美国航母还能威慑别人，但已经不再是不可挑战的海上霸主。欧洲的战略分裂，法国纠结，德国摇摆，东欧小国更是不听话，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匈牙利纷纷唱反调，不再愿意为美国马首是瞻。再看全球南方的崛起，非洲、中东、东南亚国家开始意识到，美国给的更多是压力，而中国给的是真金白银的基建、高铁、产业园。谁是朋友，谁是压榨者，越来越清晰了。在这样的格局下，北京93阅兵不再是单纯的军事秀，而是一种秩序宣言。再来看第二个痛点，谁来谁不来，其实就是世界的新战队。俄罗斯普京冒着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风险，依然确定访华，这背后是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中俄联手对抗西方叙事的象征。再看朝鲜，作为血盟兄弟，金正恩自然不会缺席。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敢于在欧盟眼皮底下倒向中国，这本身就是一种地缘政治的反水。美国、日本、乌克兰选择性缺席，用沉默来抵制，但这种缺席本身就是态度。一句话总结，阅兵的嘉宾名单其实就是世界力量的新地图。很多观众可能只会关注这次阅兵会不会有新导弹呀，歼20会不会出场呀，无人机群会不会亮相呢？像什么9天无人机。但我要提醒大家，真正的看点不在单个装备，而在体系化作战。高超音速导弹不再是单个武器，而是全套战略威慑的一环。无人机分权不仅是硬件，而是人工智能算法与战场联动的体现。东风导弹加预警机加电子战系统，这是完整的链条，强调的是协同和体系。这背后正是中国要告诉世界，我们不是在秀肌肉，而是在秀体系。那么家人们，我们怎么才能真正读懂这次阅兵？我来给大家3个解锁视角。从历史的角度看，锚定记忆，选择93而不是92，就是要告诉全世界，中国有自己的叙事，不依附任何霸权。从现实角度看，锚定格局，谁来谁不来，本身就是对未来格局的下注。早站队早受益，晚站队没位置。从未来角度看，锚定方向。中国的体系化作战能力标志着大国竞争已经从单点对抗转向全域博弈，这就是地球两极反转的必然逻辑。那么北京93阅兵到底要告诉世界什么？我觉得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强而不霸，威而不凌。
它不是炫耀，而是一种稳定；它不是挑衅，而是一种守护。就像《易经》里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当世界格局剧烈动荡，中国要通过阅兵给出一种稳的答案。所以说，北京93阅兵不仅仅是一场军容展示，而是地球两极反转的锚点。它把东方的力量、南方的觉醒与西方的衰退串联在一起，让未来世界的方向更加清晰。阅兵活动按照阅兵式、分列式2个步骤进行，时长约70分钟。其中，阅兵式环节，受阅部队在长安街列阵，光荣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检阅。分列式环节按空中护旗梯队、徒步方队、战旗方队、装备方队、空中梯队的顺序，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这次阅兵编设45个方梯队，其中空中护旗梯队由多型直升机组成多个编队，以护卫旗帜、编成字符、悬挂标语等方式，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日益繁荣昌盛，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向全世界昭告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伟大真理。徒步方队体现的是一老一新，一老就是抗战老部队。受阅人员主要从前身为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等单位，以及抗日根据地所在省份民兵为主抽组。一新就是军事力量结构新布局，包括3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战旗方队代表的是浴泄于抗日烽火的功勋荣誉，从无数英雄和众多功勋荣誉旗帜中，区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部队，遴选具有典型意义的旗帜，由所在单位官兵擎旗受阅，寓意着伟大的抗战精神接续传承，人民军队无畏艰难，奋勇直前。装备方队按照实战化联合编组，编陆上作战群、海上作战群、防空反导群、信息作战群、无人作战群、后装保障群和战略打击群等，不少是代表现代战争形态演变的最新装备，还有一些是国之重器，充分展示我军制胜现代战争的强大能力。空中梯队按照模块化、体系化编组，由先进的预警指挥机、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等组成，基本涵盖了我军现役主战机型，很多是大家关注的明星装备，还有一些是首次公开亮相，充分展示我军空中作战力量的跨越式发展。此外，1000余名官兵组成的新中国阅兵史上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乐团，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演奏大家耳熟能详的抗战经典曲目，和大家共同追忆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缅怀那些为民族独立和自由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先烈。还有一些体现时代特色和强军风采的新创曲目，也将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奏响。